只是将电视器换到动画频道，就被蛮横无理的姐姐一顿拳脚。本想找父母给自己评评理，却发现他们正在忙上亿的生意。父亲是瘾君子，兼职面粉倒卖；后妈是夜店里的当红头牌。除了年仅4岁的弟弟，家里任何人心情不好都可以拿他撒气。因此马蒂达的脸上总是带着淤青，痛苦的生活让他看不到一丝希望。久而久之，他便开始了自暴自弃，跟一些不良少年学会了抽烟逃避。就连老师从学校打来关心电话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说他已经死了。无助的他总会独自坐在楼道里发呆。细心的他渐渐发现，邻居大叔跟自己一样总喜欢独来独往，因此他也总会主动跟大叔打招呼。嗨。里昂一眼便注意到了他脸上的痕迹，这是他这个年龄不该有的东西。然而马蒂达却谎称是骑车不小心摔倒在地。里昂当然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因为他经常通过猫眼或者经过他家门口时，听到马蒂达被家人殴打的声音。只是他并不想戳穿马蒂达仅有的尊严，两人也成了彼此唯一偶尔能说上话的朋友。这天看马蒂达再一次被打得鼻血直流，经过的里昂绅士地为他递上了一块手帕。马蒂达一脸不解地向里昂询问 Is life always this hard? Just when you're a kid? Always like this. 里昂是唯一能让马蒂达感到温暖的人。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，马蒂达提出帮他去买牛奶，里昂答应了。然而正是这么个善意的举动，让他成功躲过了一劫。就在马蒂达买牛奶的功夫，毒贩史丹带着一群手下过来讨债了。每次大开杀戒前，史丹都会先吃下一颗药丸，接着开始面目狰狞地活动筋骨，那样子看起来极其恐怖，毫无人性的屠杀。不论是正在泡澡听音乐的母亲，还是试图反抗后逃跑的父亲，不管是落荒而逃的姐姐，还是年仅4岁无辜的弟弟，全都未能幸免于难。这全都是因为父亲私藏了史丹的一包毒品。隔壁的里昂通过猫眼全都看在了眼里，强忍着抽泣来到里昂门前，按下门铃，祈求里昂能开门收留他。Please open the door. 而身后杀手的目光也一直在马蒂达身上，从未离开。里昂看着这一切，虽然他很同情马蒂达，可由于职业的特殊性，他不想引火上身，万般纠结。马蒂达一次又一次按着门铃，杀手也一直盯着他。此时此刻，马蒂达的生死就在里昂的一念之间。一番纠结之后，里昂把枪插在了背后，接着马蒂达便迎来了一束白光，而这束白光从此也照亮了他黑暗的人生。马蒂达刚刚走进里昂的屋内，杀手们就发现还少了一个照片中的女孩。放风的一听，会不会就是刚才的那个？于是悄悄地靠近房门，想听听里面的动静。里昂注意到了这家伙的异常行为，在门后时打开了电视机，动画片的声音把里昂吓了一跳，但也成功打消了门外杀手的疑虑。虽然杀手离开了，但让马蒂达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里昂同样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杀手。作为杀手，他总是随身携带各种致命武器。当与雇主对接任务之后，他总会第一时间去铲除目标。从业多年来，他从未失手。虽然死在他手上的人不计其数，但他也有着自己的办事原则，那就是绝不杀女人和小孩。他总是穿着一身深色衣服，喜欢独来独往，从不会主动和任何人说话。走在路上也总是习惯性的左顾右盼。他不抽烟不喝酒，唯独对牛奶情有独钟。偶尔也会去电影院看喜欢的电影。每当看到感兴趣的镜头，转过身才发现他的喜悦根本无人分享。每次任务结束后，他都会小心翼翼地烫熨自己的衣服，站在温暖的淋浴下舒缓自己的心情。除了老板托尼外，窗台的银皇后是他唯一的朋友。他会经常对着银皇后说话，用湿毛巾小心翼翼地帮她擦拭每片叶子。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这盆银皇后一样，没有根，没有归宿，命中注定漂泊无依。但他的休息仅仅只是身体上的睡眠，那紧绷的心弦却一刻都没有松动过。他每天每夜地重复这些动作，孤独、麻木、恐惧遍布了他生活的全部。也许是感受到了马蒂达跟他一样孤独，所以平时才愿意跟他说话。在看到他流鼻血时，主动递上了手帕；在看到他向自己求助时，打开了房门。里昂一直在门口蹲守，直到所有杀手离开。马蒂达的眼泪这才肆无忌惮地流了下来。他并不是因为父母和姐姐的遭遇而难过，因为就算史丹不杀他们，他自己早晚有一天也会亲自动手。只是可怜了那个和他相依为命的弟弟，年仅4岁就惨死在了这群歹徒的手中。看马蒂达如此的伤心，里昂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只好拿出了厨房的小猪手套。Hi, Matilda. 马蒂达终于破涕为笑，因为12年来从未有人这么主动逗他。然而不会说话的里昂2句话又差点把他整哭了。里昂去厨房拿牛奶的功夫，马蒂达在桌子上发现了一颗子弹。有本事你现在就拿枪去杀了史丹。没想到马蒂达为了证明自己的胆量，拿起枪朝着窗外直接打光了所有的子弹。这操作直接把眼前的里昂搞懵了。马蒂达鲁莽的行为让里昂不得不立刻搬家。一个男人手提2个皮箱，旁边的女孩抱着一颗绿植，两人就这么走在街道上。他们的相遇不同凡响，他们的故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。两人来到一家小旅馆，前台以为他装枪的箱子里是小提琴，便想以不接受噪音太大的理由拒绝，这让不善言谈的里昂不知如何是好。
马蒂达却灵机一动，谎称自己是音乐学院的学生，不久之后将会有一场重要的比赛，所以必须要勤加练习。前台听后不仅没再拒绝，还对他特殊照顾，给他们安排了走廊尽头的房间。由于里昂不会写字，马蒂达便揽下了填写表格的工作，并在上面写上了自己最讨厌女生的名字。如果将来有什么事情，那就让他来承担吧。进入房间之后，出于职业习惯，里昂先把房间每个角落都检查了一遍，不但要确保没有任何隐藏的危险，还要确保有合适的紧急逃跑路线。为了不被里昂赶走，刚满12岁的马蒂达谎称自己已经18。面对他拙劣的谎言，里昂并没有揭穿。马蒂达希望自己跟里昂一样聪明强壮，虽然现在身体有点弱，但可以先从理论学起。为了能让马蒂达学习，里昂跟老板要了一套新手才用的武器。他谎称自己要随时保持状态，然而托尼却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。见里昂不愿意说，他只能好心的提醒 Change ain't good, Leon. You know? 里昂逐渐收起了脸上的笑容，他先当着马蒂达的面组装枪械，并告诉他步枪是为了让你跟目标保持距离，等你越专业的时候就可以离目标越近。接着他便带着马蒂达来到天台特训，刚刚找好位置，马蒂达便打开了准镜，里昂立刻将其关上，并告诉他，杀手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能打开准镜，否则反光会让目标在1厘外就发现了自己。其次要永远穿着低调，衣服的颜色最好比地板还暗淡，这样才可以完美的淹没于人群之中。马蒂达记下了里昂的话。此时楼下一位身穿休闲装的富豪下了车，接着他便带着保镖在公园里悠闲地跑步，浑然不知马蒂达已经盯上了他。里昂让他保持冷静，调整呼吸，等待等里昂在训练时，他就在一旁跳起了健美操。这天他突然提出要玩一个游戏，马蒂达先是扮演了许多知名人物，其中包括传奇女星梦露以及喜剧大师卓别林，但无一例外里昂都认不出来。直到最后一个与中曲的男主吉恩，里昂才终于猜对，因为他在电影院最喜欢看这部电影。里昂和老板的关系十分特殊，多年前无家可归的里昂偷渡到这里，是老板收留了他，并把他培养成了杀手。这么多年来，里昂获得的每一份报酬都由老板保管，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拿到这些钱，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很显然，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别的寄托。老板再三承诺，这些钱只是暂时为你保管。就在老板去拿任务的时候，里昂发现马蒂达正在跟陌生男孩搭讪，他立刻上前拉着马蒂达离开，然后告诫他不仅要远离陌生人，并且不要再说脏话，不要再抽烟。这是马蒂达第一次被人在乎的感觉，让情窦初开的他难免有了些别的想法。Leon, I think I'm kind of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. 马蒂达说自己第一次有这种感觉，但他此前从未谈过恋爱。里昂询问马蒂达怎么知道这就是爱，马蒂达捂住自己的肚子说，自己的胃之前总是痛到打结，而现在不会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暖意。里昂假装听不明白，出门后却久久难以平复。他一直认为自己只能为人带去死亡，没想到如今却可以给人带去爱。两人的感情越发深厚，里昂也不再是之前那个无情的杀手，而他也犯了作为一个职业杀手的大忌。趁着里昂外出工作的空档，马蒂达悄悄溜回了之前的家。他先找到了自己的小兔子玩偶，又在地板下翻出了父亲的藏款，地上弟弟死亡的最后印记让他再次愤恨无比。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史丹和调查的人员来到了这里，他正在被相关部门调查是否存在暴力办案。面对相关人员的疑问，为了不让马蒂达担心，里昂独自到淋浴间内处理伤口。他就像是一匹受伤的狼，在角落里独自舔伤。完了之后，他又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。马蒂达并不清楚里昂所经历的，他直接拿出2万美金说，帮我除掉那些家伙，不然的话我就自己动手。而里昂却告诉他，复仇并不是一件好事，他会让你的余生都夜不能寐，还会被更多的痛苦所淹没。但他并不在乎，他在乎的是要么有爱，要么去死。而里昂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。无奈之下，马蒂达打算再跟他玩一个游戏，他往左轮中塞入3颗子弹，如果我赢了，我就要跟你一辈子。可里昂知道他输定了，因为他听见了子弹。在一次接任务的时候，里昂把马蒂达带了过去，老板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一脸的疑惑。里昂借口说自己受伤了，需要一名帮手。虽然他很小，但学得很快。老板提醒里昂，这行有年龄限制的，里昂就坚称他已经年满18岁了。看里昂这般的包庇女孩，老板也不得不答应了下来。于是在接下来的任务中，里昂都会带上马蒂达一起。他先用口香糖涂上猫眼，然后让马蒂达假装迷路的求助少女。一次任务结束后，他找到了老板，他预感自己可能会遭遇不测。如果那天真的来了，他希望老板能把自己这么多年攒下的钱可以全部都交给马蒂达。老板虽然嘴上答应，但他的心里却是1万个不愿意。再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里昂开始找借口不带马蒂达。马蒂达以为是自己犯错了，可里昂却深情地对他说， Since I met you, everything's been different. So I just need some time alone. 这个理由并没有让马蒂达幸福，很显然他已经生气了。
可另一边的马蒂达为了赌气，换上任务装扮后，直接来到了基督大楼蹲守史丹。等史丹出现后，他假扮外卖员跟着进了楼。可他的伪装太过拙劣，马蒂达傻乎乎的跟着进了卫生间。整个卫生间只有最后一扇门是关着的。正当马蒂达以为要就此得手时，卫生间的门却突然关上了。原来史丹提前藏在了门后面。史丹拿出一粒药丸放进了嘴里，面目狰狞的模样吓得马蒂达一动都不敢动。这预示着他又要大干一场了。虽然自己的眼泪不争气的滑落，他还是咒骂史丹不该杀了自己年仅4岁的弟弟。可正当史丹要处理这件事的时候，手下却传来了窝点被端掉的消息。接着便以最快的速度搭乘电梯。为了表示感谢，马蒂达穿上了里昂送她的粉丝连衣裙。里昂瞬间被她的样子所惊艳了，他想把自己的第一次献给里昂，因为他觉得相比于那些无知少女，能交给自己真正爱的人，自己是幸运的。但里昂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接着他又给马蒂达讲了一个故事。19岁那年，他谈了一个女朋友，可因为两人身份地位的差距，女孩的父亲死活都不愿意，最后甚至为了阻止他们在一起，那个男人直接狠心地杀掉了自己的女儿。因为有钱有势，男人只被关了2天就被放出来了。调查结果却显示那只是一场意外。为了给心爱的女孩复仇，里昂也为男人制造了一场意外。随后他便逃亡到了美国，后来他就被现在的老板收留了。那一年他刚好19岁，而里昂的心也永远停留在了19岁。听到这里，马蒂达没再坚持继续深入，而是希望今晚要靠在一起睡。他要求里昂别再睡沙发，而是睡在柔软的床上。里昂的身体僵硬不知所措，马蒂达将他的手臂搭在一旁，然后像只小猫一样蜷缩进了里昂的怀里。这晚光线很暗，但马蒂达的心里却充满了光亮。他们随着夜色入眠，在这倒映着晚霞的城市中渐渐走进了对方的梦。但黑暗带来的不仅仅是静谧，还有暗藏在黑暗中的那一缕杀机。次日一早，里昂突然从睡梦中惊醒，这是他做杀手以来睡得最好的一次。慌乱中，里昂趁机又放倒了几人。趁着他们撤回去呼叫救援的功夫，里昂迅速带着马蒂达来到房间，先扔出消防斧，又趁机拿下窗台的荧光后，只是一瞬间，整个房间就被打得稀巴烂。接着房间那边布满了狙击枪的红外线。马蒂达迅速爬到里昂的身边，此时外面的消防喷头已经被关闭。里昂迅速带着马蒂达躲进厨房里面，先用枪对着通风管道一阵扫射，接着用消防斧迅速劈出了一条逃生通道，用大衣裹上银黄后直接丢下去，然后又把马蒂达抱进了通风管道。马蒂达发现管道太小，根本容不下里昂庞大的身躯。紧接着，外面的人开始发起了猛攻。一阵剧烈的爆炸后，他们并没有找到里昂的身影或尸体，而是发现了一名身受重伤的特警，而他正是受伤的里昂所伪装的。就这样，他被当作伤员一路向楼下护送。在接受医生检查时，里昂摘下了面罩，然而这一幕却被史丹发现了。他并没有声张，而是转身清出了一条通道。Okay, come on, everybody out! Come on,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! Come on, out! 里昂趁机混进人群，随后发现了这条通道，看到出口就在眼前，他摘掉了面罩。与此同时，马蒂达也从小巷子中跑了出来，他抱着银皇后和小兔子玩偶，镇定自若地和警察们擦肩而过，就像那天路过自己的家门口一样。不过此时他的眼神更加的坚毅与冷静，最终他远离了人群，奔跑在了阳光中。此时里昂正好在出口处看见了他，马蒂达按照约定来到了老板的这里。此时他的眼泪已经几近干涸，他知道里昂再也不会出现了。从老板脸上的伤可以看出，应该是他出卖了里昂。老板并没有把所有钱都交给马蒂达，而是承诺会资助他上学直到大学毕业，期间他每个月只会给他一点生活费。接着便大声呵斥着把马蒂达赶了出去。走在灯红酒绿的街道上，马蒂达感到无依无靠的灵魂无处安放。最终他来到了曾经逃出的寄宿学校，他撒谎说自己的全家人都出了车祸。很显然，眼前的老师根本不信，老师很欢迎他能够回来，无论你犯什么错，我都会尽力帮助你的，前提是你必须对我实话实说。马蒂达只好为他讲述了这段时间的经历。老师虽然一脸的震惊，但也愿意给予帮助。就这样，马蒂达再次回到学校，随后他把里昂最好的朋友种在了阳光普照的泥土里。 I think we'll be okay here, Leon. 这一刻，他们两个无根之人也终于落地生根。这个杀手不太冷是由吕克·贝松执导，让雷诺和娜塔莉·波特曼主演，上映于1994年的美国剧情电影。本片常年在豆瓣排行第5名，约230万人为其打下了9.4的高分。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段畸形恋，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关于2个10多岁孩子相互救赎的故事。里昂是一名冷血无情的杀手，他不识字，不懂得经典电影，他不认识梦露和卓别林，却在冷酷的一生中找到了皈依，打开了心灵的窗和门。马蒂达是个12岁的问题少女，她过着糟糕的人生，身边的所有人都鄙视和厌恶她，与里昂的生活也基本不着边际。但所谓负负得正，
两个颓废灵魂的碰撞也恰好弥补了彼此的残缺，就如同不开花结果的银皇后被种进干涸的土地，于是便生结出了希望的种子，开出爱的花朵。倘若他们一开始没有遇见彼此，那么那个坐在角落的老头也许将是里昂最后的结局。但是他们不仅相遇，甚至还甘愿为彼此付出一切。或许他们的灵魂本就存在着爱，只是被尘世的污垢污染而变得暗淡无光。那个灵魂隐而不发、坚韧的埋伏，终于在积聚了太久之后，绽放出了最初那个坚韧而美丽的模样。它就像银皇后和牛奶，来自自然，容不得半点污染，是人们心里最纯洁的部分。即使找不到自己的土地，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最初的归宿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我是鲨鱼，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。